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今天我们乱入到了美国总统辩论会的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一边是特朗普，一边是拜登啊。我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辩论会的一个现场啊，先来说说今天辩论会都有哪些有趣的东西，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本来我所站的这个位置，这里是要放隔板的，然后因为川普他的一个检测都是阴性，所以说呢，经拜登他们双方的一个讨论商量，就确定把这个隔板去掉啊，所以说我也就可以站在这里了啊。第二点就是一个关麦的一个问题。现在今天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是前面各自有2分钟的一个开场白，然后就是开场白期间是吧，在对方的那个麦要关掉啊。当然开场白2分钟讲完了之后，后面是自由辩论的过程，还是双方开着麦的，但是呢主办方可以去关对方的某一方的麦啊。这个开关呢不是在主持人手上，而是在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一个节目制作组那里啊，他们来决定谁要不要关麦啊。然后我们来说说他们2位各自都辩论有哪些精彩的点吧啊。第一个他们讨论的议题是疫情啊，然后特朗普呢还是提出他的一个与病毒共存的一个理念啊，就是说有99.9% 的年轻人是吧会康复，然后99%的人会康复，所以说大家没必要这么害怕病毒，不要去玩什么隔离怎么样啊。然后呢拜登呢就是攻击特朗普的各种的抗议不利的行为，反正大家平时在媒体上都看得到了啊。第二个的辩论的议题是国家安全，但是国家安全的议题都被他们讨论成了国外势力影响美国政治的一个指责啊。也就是说，首先呢特朗普要为自己跟苏联的关系去撇清，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俄罗斯的钱，从来没有得到他们的帮助啊。然后呢特朗普又指责拜登是靠俄罗斯的寡头发家致富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拜登他儿子利用拜登的关系拿乌克兰的钱啊。当然拜登也不会示弱啊，也对特朗普，反正我们平时媒体都看到的各种东西对他进行了反击。其中最有趣的是双方都指责对方拿中国的钱我们中国像冤大头一样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再接下来是一个种族议题，我们的川普是吧，今天声称自己是除了林肯之外的美国总统里面对黑人最好的一个总统了。然后呢拜登呢就反击他说，如果你是按你的逻辑是吧，那林肯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了反正就是这样互相攻来攻去啊。再然后就是一个气候议题，气候议题呢是特朗普呢觉得新能源的各种东西不靠谱，还是传统的能源更靠谱一点是吧？他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获取
美国传统工人的一个支持，就传统产业工人嘛啊，这是川普他最基础的一个票仓啊，最基础的支持者啊。基本上今天就是这几个话题，双方的攻击点，我们其实在选前也都想得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中国就是成为他们双方相互指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冤大头吧啊。反正基本上就这个套路了啊，谁都是很爱美国，谁都很爱黑人，但是呢，就是中国是邪恶的，朝鲜是邪恶的，是吧？俄罗斯是邪恶的啊，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辩论会啊，很正常啊。川普没有那么会打断对方啊，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媒体来说，就显得很乏味，没有一个报道的一个点啊，因为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是吧？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辩论会就这么回事啊。你说谁说的好，谁说的坏，真的是各自支持者各自的去解读啊。好，我们前面简单介绍了今天辩论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下面我们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作为非美国公民啊，非美国人，没有投票权的人，你真的看得懂美国总统的一个辩论会吗？可能你会说，我英语很好，我听得懂，或者说你看了同声传译，他的翻译非常好，我听懂，然后谁谁谁好，谁谁谁说的好，谁谁谁说的不好，或者是怎么样 OK， 那是你的理解。我非常坦白的说，看了这么多次的一个辩论会了，我真看不懂，除了上一场川普在不停的插话之外，其他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真的，我只想把我的感受很坦白的跟大家来交流啊。可能你认为你非常明白还是怎么样，那 OK 啊。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聊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总统竞选的一个辩论会的这么一个形式啊？为什么需要它啊？因为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中国人刚刚了解美国啊，知道有一个总统选举的一个形式啊，他的总统辩论会是他的一个标配，觉得好民主，民主好棒啊。然后呢，就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可以给他的对手各种各样的攻击啊，这是民主啊，这是民主的一个标配，是吧 ？OK，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辩论会非常重要啊。它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对于一个候选人他提出来的政策也好，或者个人的人品品行来说，都需要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检视攻击啊，这样这个才够平衡啊。因为你的政策你的品行在一个自己的造势会上，或者说你自己的专访或者各种其他出现在媒体的时候，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啊。在辩论会上是直接由你的对手来攻击你，可能你在你的造势会上把自己的政策吹得怎么让你的支持者感觉完全只知道他的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优点缺点的，对吧？所以说让你的对手来攻击这个政策的缺点，然后让所有的选民去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平衡，然后去做出他一个自己认为自己正确的选择啊。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候选人他个人的品行，他的应变能力在辩论会上会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请大家注意一点，民主选举的投票并不是学校的考试，候选人没有对和错或者好和坏，对于选民来说，只有他喜不喜欢啊，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可能哪个川普的政策完全是错误的，可能在很多川普的支持者看来，其实明知道他说的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喜欢川普这个直接的个性，我还是会把票投给他。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啊！这就是一个民粹的一个表现啊，是吧？所以说，在这种场合当中，是吧，可以非常好的展示候选人的一个品行、修养各方面的东西啊。因为社会的不同的阶层，他对于自己认为喜欢的一个因素啊、要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看候选人他把自己塑造的哪些点是让他的支持者、让他的选民喜欢的啊。所以说，这个辩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舞台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一个兴起啊，就是候选人他不像以前只有电视啊、电台啊这种展示的自我的一个平台，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像川普就天天在那里发推特，发，是吧？甚至跟纽约时报都直接是水火不容的，是吧？但是就是因为有互联网的社交媒体，让候选人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跟选民贴近了啊。也就是说，他的支持者的粘度相对于以前的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让这种粘度更加强了。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辩论会的形式对于选举的一个影响是越来越低了。当然说辩论会的形式还是需要的，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啊。说完这些，我们再来想想为什么我们会看不懂。这里就说到了你喜不喜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为什么会看不懂？第一，语言有障碍啊。可能有朋友会说，余弟你这个瞎扯了，是吧？第一，可能有些中国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是吧，非美国人，他的英语很好啊，他为什么会听不懂？对，的确是有，只是说我的英语很烂，好吧？啊，就是说不懂英语的人也可以听同声传译啊，各种字幕啊，是吧 ？OK， 我说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啊。语言它代表了很多很多的内涵，不仅仅是一个字面的意思。譬如说，同样一个意思，它用这个词汇去表达和那个词汇去表达，所体现出来的人的一个修养、学识是完全不一样的，让你的选民感受到你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我的菜，这样大家明白吧？我刚才已经说了，喜欢才是最重要的啊，并不是对错啊。所以说，这里如果说你不是真正的自己去听得懂英语，而且英语是超级棒8级的，或者是你只是囫囵吞枣似的听得懂他大概在说什么的话，说句实话，这个辩论会对于这个听众来说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就不会影响他做出之前的各种判断啊。这就是语言的差别啊。还有就是文化的差异，是吧？可能东方人，比如说是我们是比较含蓄的，是吧？内敛的，而西方人是比较直接的、开放的。这种差异就造成了你喜不喜欢的问题了。
可能这个人我们说他太奔放了，是吧？太直接了，或者我们叫太鲁莽了，太粗鲁了，是吧？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口味啊，对吧？这种人我就是喜欢啊，是吧？这种东西不是你没有在那种文化氛围下面熏陶过，你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虽然说你可以说我看多少部美国电影啊，看美国小说啊或怎么样，我理解美国文化，但是这种细节处的这种领悟的东西或者喜好的一个东西，不是你呢作为一个东方人能够理解的啊。所以说他的辩论的好坏，他用的哪些词汇是讨你喜欢的，哪些词汇是让你讨厌的，作为我们来说是没法理解的啊。这就是一个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个障碍啊。然后还有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是政策体验的障碍啊。一个他候选人他提出的政策是给他的选民去听的，比如说他的奥巴马的比如说医改的政策或者怎么样，中国人完全没感觉啊，是吧？你说他这个好啊坏啊，虽然我们听了好多的评论员去评说介绍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不在美国，你没有体验过在美国看病的贵啊，或者说怎么样，那你对这个问题你就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的问题。这样子了之后，你在听他在一个辩论会上比如说大力的说这个医改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完全没感觉，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怎么会能够说啊这个他说的好或者他说的坏呢？因为你完全对他的之前的所有的政策在这个社会下面你的生活的困难或者没有那种共鸣的东西，所以说没用的啊。这个是我们就实事求是的去说，是吧？作为外国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吧或者台湾人吧啊，你唯一能感受的一个美国的政策就是他的外交政策，是吧？但是他在辩论会是针对谁的？是针对他的国内的选民的，他是要赶紧去拉票的，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些政策，他国内的政策对于你外国人没有感觉，然后他说外交的政策，他肯定要把外交政策说得更像是对国内的选民有影响的那种感觉要说出来，这才叫他要竞选辩论会的一个外交政策。但是这种东西作为我们外国人来说，你听着可能完全悟不到他说的这个意思的核心在哪里。所以说你听这个辩论会永远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我必须坦白要这么说啊。基于这些点啊，我们真的看不懂的，是吧？我只是说大家别装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可能你看完了之后，听完了某位评论人、政治评论员啊，或者哪个媒体巴拉巴拉巴拉啊，今天说拜登说的太棒了，怎么样？然后那个媒体说啊，今天川普说的太棒了，怎么样？我跟大家说实话吧，所有的媒体都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啊。媒体真的是可以把红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红的，黑的说成白的啊。这就是大家带风向，正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是很容易被带风向。比如说是你某一位你喜欢的一个政治评论员或者主持人，他说今天拜登好你说因为你信任他嘛，对吧？觉得他很专业，他应该能听得懂，我听不懂，他应该能听得懂，所以好的，你说拜登好，说得好，那我也觉得今天拜登说得好，然后我就会去跟别人吹嘘，装作我很听得懂的样子，说今天拜登好多了，
怎么样然后就这样，这就叫舆论风向就带起来了。其实呢你根本就不懂，连那个政治评论员他也不懂。我就开了说，是吧？政治评论员是吧？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少年，他的英语有多棒，你以为他懂吗？因为他这几年没有生活在美国啊，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细微的影响变化，他能感受得到吗？他感受不到啦。目前整个社会最关心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外人能够真正说得出来的吗？打死我也不相信，是吧？所以作为庶民，我们就说一些庶民的实在话，不要去被一些媒体带风向。我们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就看不懂。 OK， 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订阅庶民锦鲤啊。好，再见。